大家好，我是维尼。今天这部影片要来说说平节，会示范4种款式及颜色变化，分别是基础平节、双色平节、斜线平节及打叉平节。影片的结构是会先简短的示范做法，再提供假如手围是15公分所需要的各种线材、尺寸资讯。之后会有一段缓慢的编织过程，可以慢慢看清楚或跟着做。Let's do it! 平节是用2条接近手围尺寸的短中线及2条长编织线所编成，尺寸换算等一下再整理。先说明平节怎么做。先打一个结，右撇时的人通常打的结左线会在下，右线会在上，所以平节就从右边开始做会比较平顺。如果从左边继续做，就会有一点点扭转凸起。跟我一样龟毛的人可能会不喜欢这样的不完美。我们从右边开始，右线在上，左线在下，右线从下方绕过中线，从左边的圈圈出来，右边就出现了一小段与中线平行的垂直线。接着从左边开始，左线在上，右线在下，左线从下方绕过中线，从右边的圈圈出来，左边就出现了那一小段垂直线。这样一组平节就完成了。继续多做几组给大家看，就会看懂其实平节是这样用左右垂直线接续起来的样式。叮叮叮叮，小秘诀，小秘诀！要做垂直线的那一侧的长编织线是在上，另一侧在下。记住这个规则，有时候突然晃神的时候，也不会乱掉做错了。持续力道平稳的做下去，漂亮的平节就完成了。把其中一条长编织线换成另一种颜色，就能做出双色平节。看出颜色规则了吧？叮叮叮叮，小秘诀，小秘诀！关于中线有一个小秘诀，如果觉得2条中线做出来的手环太软，也可以使用3条中线，手环就会比较硬挺耐用。但4条或以上的中线数量就不行了，做出来的平节会太肥太硬，除了不好看，戴起来也不舒服。想好配色，持续力道平稳的做出漂亮双色平节吧。接着来加上一条白线，示范一下斜线平节这个应用。同样先从打一个结开始，做出平节的第一侧垂直段。接着准备做另一侧的垂直段，但过程中将白线从垂直段那一侧出发，传入另一侧的圈圈。将平节完成，整理好3条线，就能隐约看出一条斜线了。叮叮叮叮，小秘诀，小秘诀！记住，白线都是从垂直段那一侧出发。如果头脑混乱，搞错出发点，就会做不出斜线的效果。白线会跟平节的水平线挤成一坨。继续做下去。从垂直段那一侧出发，力道平稳的编织，斜线平节就完成咯。第4种平节的变化是打叉平节，加上2条白线，在平节之上做出类似锁链的打叉效果。从做好一组平节开始，把2条白线及中线都绑在一起。然后将2条白线抬高，继续做一组平节。
当2条白线降下，做一个打叉，再继续做一组平结。把这4条线整理好，第一组打叉平结就做好了。继续做下去。一组平结，一组打叉，一组平结，持续力道平稳的把打叉平结做完吧。Material 示范完了4种平结的配色与变化应用，来总结一下材料尺寸。假设要做的尺寸是手围15公分，第一款基础平结与第2款双色平结材料尺寸是相同的。图中3号与4号的中线长度建议比测量的手围大至少3公分，也就是18公分，多留一点中线，收尾的时候比较好做，能避免各种原因导致收尾失败。图中1号与2号的长边织线长度则是70公分就非常足够。第3款斜线平结与第4款打叉平结材料尺寸也是相同，3号与4号的中线长度一样是18公分，1号与2号也是70公分，非常足够。5号与6号做斜线或打叉用的白线，则是抓中线2倍的长度，也就是40公分。斜线平结用1条白线，打叉平结用2条白线。应该都抄好了吧？其他手围尺寸可以用这个中线与长边织线的比例去换算即可。平结的4种变化都学会了吗？接下来的慢慢做影片可以再看清楚一点，或是跟着做。祝大家玩得愉快！